哎呦，又见面了，目前的帅哥美女，大家好，我是 Ryan。今晚又来 Night Drive 哪辆车呢？就是我身后这一辆 Chery 在马来西亚第一辆发布的 Hybrid 车 Hybrid Tiggo Cross。到底这辆 Hybrid 版本的 Tiggo Cross， 它在 Highway 以及 City Road 的油耗表现如何？在试驾当中，我又会发现它有些什么优缺点呢？今天就随着我脚步来一起一探究竟吧。Let's go。在我们还没有正式进入这个 Night Drive 之前先让我们简单了解一下这辆 Hybrid 版本的 Tiggo Cross 它的参数、配置以及它的特点。Tiggo Cross Hybrid 作为 Chery 在马来西亚推出的第一辆 Hybrid SUV， 它的售价为99,800块钱。它的定位是一辆 A Plus segment 的 SUV， 它的车身轴距比 B segment SUV 的 Omoda 5短了20个 mm， 基本上它车内空间比起同级别的 SUV 来说还来得宽一点点。至于外观来讲基本沿用了家族设计语言，也就是前脸采用了硕大的中网以及长方形的头灯。只不过这个头灯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像这个 Tiggo 7 Pro 的头灯啦。因为这辆 Tiggo Cross 它的 12V 的电池是在尾箱的关系所以它的尾箱呢会有很违和的凸起。当然老样子，我也测试了这辆车，它的尾箱到底可以塞多少个行李箱？测试结果如下，Tiggo Cross Hybrid 一共可以塞入4个20寸的行李箱，对于这样子的容量还真是蛮不错一下的啦。但是如果换了一个超大的行李箱来讲的话，这个尾箱空间就真的是有限公司了啦。动力部分，这辆 Tiggo Cross Hybrid 采用了 1.5N Hybrid Engine 加上 Hybrid System 以及 DHT Hybrid 专用变速箱作为整体的动力输出，最大可以输出204 PS 的综合马力以及316米的综合峰值扭力，0-100加速为 8.9 秒。再来是这辆车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油缸比起其他日系的 Hybrid 车来得大。比如 Toyota Corolla Cross Hybrid 它的油缸是36个 liter， Nissan Kick 的油缸呢是40个 liter， 而 Tiggo Cross 的油缸呢是51个 liter。这样大的油缸我只能想到它的好处就是可以减少车主去油站打油的次数，或者是遇到大塞车的时候可以撑得比其他 Hybrid 车来得更加的久吧。好，我把这辆 Tiggo Cross Hybrid 版本从这个 Desiree 的 Chery Showroom 把它加到这个 Masai Highway 这边大概有30分钟了吧。所以我们来讲一下这辆车的几个特点。我们先来从这个缺点部分开始讲起。像我现在走到110的时候，我可以很明显的听到我的右手边这边它的风噪真的是蛮明显的但是有一点做到不错的是，它底盘的隔音做到比我之前试那个 Atto 2来的好，这个胎噪声就没有这么明显。再来第二个缺点就是刚刚我有测试了这辆车它的 ICC 或者是 ACC 跟车然后我有发现到它在这个车道维持至中的时候就没有做到太过智能，它会有很多的时候是靠创线来维持这个车道至中的当然它在期间呢，它会有轻微的调整这个 steering可是我觉得它的那个灵敏度可能就没有这么理想，所以很多的时候它还是会撞到线，再把车子拉回去至中。再来是这辆车它的 suspension 呢，是那种比较偏硬的感觉因为这个 Masai Highway 呢，它的路坑比较多，起伏比较大，它给到我的感觉，这个 suspension 它的律震感就可能没有这么舒服，没有这么理想的。好，讲完了这个缺点之后我们来讲一下这辆车它带给我几个比较 surprise 的优点。首先第一点就是这辆车驾起来不像一辆 Hybrid 车，它整体的行驶感、驾驶感、隔音表现比较像电车的那种感觉。哇，驾起来有些时候我真的是分不清到底这辆是一辆 Hybrid 车还是一辆电车。即使我可以从这个 meter 上面看到现在引擎是有正在 operation 的嘛，可是我完完全全听不到有引擎的那种声音，就不像油车这样子有那种很直接的那种引擎带出来的声音，没有。这辆车它也不是一辆 PHEV 车，它电池也没有很大， engine 会一直在介入，在帮你充电。现在我即使有加到110、120，我最明显的听到就是风噪声，完完全全没有任何引擎的声音，这一点真的是让我有很 surprise 到了这个。再来之前我有试驾过这辆车的时候，我在那个影片里面有讲到它的 brake 的脚感会比较高可能有些观众朋友他没有办法 guess 到我的意思所以当时候也试驾的时候，其实那个时间太短了，没有办法讲太多了，所以我在这边还是重复讲一下啦。这辆 Hybrid 的 Tiggo Cross 呢，它是可以调整 brake 的脚感的，所以你可以调整它比较 sensitive， 就是 Sport 模式，或者是比较 Comfort
Sport 模式，它的 brake 的脚感呢，你轻轻一踩，你就会感觉到哇，很刺的那种 brake 的感觉。至于 Turbo 版本的 Tiggo Cross 有没有这样子的防身，我就不太知道了，因为我还没有正式去玩过那辆车。但是 Hybrid 版本的这辆车，它是有这样子的防身的。再来就是它的 Steering 呢，也是可以调整 Comfort 以及 Sport 模式。但是 either 我调整了这个 Steering， 它是去到这个 Sport 模式来讲的话，可是我的感觉是它的虚位还是会有很明显。你摆 steering 的时候啊，可能你轻轻摆一点 steering 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感觉到，你的打压的方向在哪里的。这个 steering 的那个调教啊，好像还是差了那一点意思啦。好，聊完了这辆车它的优缺点之后啊，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它在 highway 的油耗表现如何哈。这个马赛的 highway 啊，在去的时候呢，我是用110的这个时速来行驶。在回的时候，我就加的比较快一点啦，有130，然后有110。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油耗表现如何。好，可以看到这个油耗表现来讲的话，刚刚50公里是5.7个 liter per 100 km， 换算到来啊，大概是1个 liter 可以走17.5公里啦。所以对于这个 highway 的油耗表现来讲的话，如果是说可以让我行驶更远的距离的话，时速在110，可能这一个油耗表现会比起这个5.7来得更加的少。但是我变。今天只是跟这个 showroom 借车借了一个晚上，没有办法像平常从 KL 回来 JB 这样子过遍，所以这个就当这是一个参考啦。了解完了 Highway 的油耗之后啊，我也把这辆车开到 JB 最多吨的地方，也就是 Mid Valley。虽然说啊，这个 Tiggo Cross Hybrid 它的 suspension 我个人觉得偏硬了一点啦，但是在过 Mid Valley 的连续 hum 的时候啊，可以感觉到 Tiggo Cross Hybrid 它的避震支撑性还算是蛮十足的哈。再来就是我也把这辆车开去我时常体验 Body Roll 的大绕跑，可能这辆 Tiggo Cross Hybrid 呢，它的车身尺寸不是很大的关系，加上搭配了偏硬的 suspension， 以及后座有这个电池啊，所以在以60 km/h 的时速绕这个大绕跑啊，我个人觉得 Tiggo Cross Hybrid 它的 Body Roll 以及推头的感觉，相较于其他我在这里测试的 SUV 车来得少，这一点真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啦。好，我们去了这个 Mid Valley 啊，以及这个 Medini 的大绕跑测试了这辆车它的 suspension 以及 body roll 之后啊，这辆车呢我一共走了 70.8 公里。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这辆 Tiggo Cross Hybrid 版本它在 City Road 的油耗表现到底如何哦。所以你们在这个米德上面可以看到，我一共走了 70.8 公里，然后时速是 52.7， 所以它的油耗嘛 4.2 个 liter per 100 km。4.2 个 liter per 100 km 换算到来差不多是1个 liter 可以走 23.8 km 哈。对于这样子的油耗表现，我个人觉得确实蛮不错一下的哈。但是今天的这个路况啊是蛮顺畅一下的，而且我选择的路段啊都是那种 City Highway 复合型的路段，所以时速都是保持在60到80区间呐，就没有遇到大塞车的情况啊。所以我蛮好奇，当在遇到那种大塞车的情况啊，比如上下班的时候那种非常塞车情况，这辆 Hybrid 版本的 Tiggo Cross 它的油耗表现会是如何呢？这点来讲，就等到接下来有入手这辆 Hybrid 版本的 Tiggo Cross 的朋友可以分享让我知道啦。至于在这个70公里的试驾当中啊，其实我也有测试了这辆车它的音响啊。虽然说这辆车它是没有了这个 Sony 的标签嘛，但是对于一辆米洛100千以下的 Hybrid 车来讲的话，它的音响系统还算是蛮够用的哈，不会给到你太差的音质。而至于我也有发现到这辆车有个小小的缺点，这个缺点我不懂是不是个案啊，可能是这辆车的问题，可能也是其他车也有这样子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它的椅子啊，在这个部分会有很明显的那个声啊，那种塑胶的声音，所以整个的驾驶过程中我个人觉得我的左耳都被这个声音给覆盖着了，就非常的不舒服啊，就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个案还是其他的椅子有这样的问题啦。所以你们之后有入手了这个 Tiggo Cross 的朋友如果你们有遇到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你们也可以 try 反映给这个 Cherry 他们知道啦。再来我还发现到这辆车当我在连接了这个 Apple CarPlay 过后啊，这个荧幕上面的冷气调整呢，你是需要手动去把它拉下来才可以进行调整的。但是好在就是这辆车呢，它是有实体按钮可以让你去进行这个冷气的冷度、风量、大小等等的调整，所以这点来讲，这个实体按钮还是会比较好用的啦。我第一次在试驾这辆 Tiggo Cross Hybrid 的时候，我就有说到嘛，这辆车它的0-100加速感觉到可能会比起 8.9 秒来得快，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测试一下，到底这辆 Hybrid 版本的 Tigor Cross 它的0-100加速是否会少过 8.9 秒，还是它真的需要 8.9 秒。好，我们做几个 setting 先哈。首先驾驶模式 Entered Sport Mode. Sport Mode， 再我们去到 Vehicle Setting， 进到这个 Driver Assistance Setting， so 来到这个 Brake Feel Mode， 我们来选择成 Sport Mode。好 ，Tigor Cross Hybrid 0-100 100到0测试，3、2、1，走你！100，踩刹车。什么鬼来的？当全油门下去的时候，就感觉到那个延迟感，整辆车好像被拖住的感觉哦，那引擎就开始介入了哦。难怪它需要8.9秒，好奇怪的感觉哦！第一次试到这个0-100加速是这样子的哦，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哦，它的 brake 调成 Sport 模式的时候，真的是踩下去蛮快停的哦。不过这个加速感嘛，就好奇怪哦。OK， 刚刚很奇怪哦，全油门下去，整个引擎的声音很怪，然后加上轮胎打滑。现在我采用半油门的方式来测试这辆车的0-100 100到0。So Tigor Cross 0-100 100到0测试，3、2、1，走你！100，踩刹车。经过刚刚这样子测试之后啊，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可能这辆车它的轮胎跟它的电动马达还不匹配啦，轮胎的抓地力不够，所以导致了当起步的时候它会有打滑的问题，所以就反而让这辆车它的0-100加速啊更加的慢。但是在用到这个半油门的方式来起步的话呢，就会比较好一点啦。但是还是会有打滑的问题，就没有像全油门这么严重。So 这个0-100测试嘛，真是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啦。真的，不像我平常所试驾过的其他车子的0-100加速啦。OK， 以上啊就是今天这辆 Hybrid 版本的 Tigor Cross 全部的试驾内容好啦。不知道观众朋友你们对于这辆车有些什么看法呢？欢迎你们在下面的留言栏让我知道。我个人啊对于这辆车的评价就是，它在这个试驾体验方面呢，确实有惊艳到我啦，确实是一辆非常容易、简单、好驾、灵活的一辆 Hybrid SUV。So 如果是说你是住在新山区的话呢，对于这辆 Hybrid Tigor Cross 有兴趣、想要了解、想要试驾，或者是其他 Chery 车款有兴趣、想要了解的话呢，不妨可以来到位于 Desa Jaya 的 Chery Showroom 来找他们的 SA 了解看看哦。我会把他们的地址、联系方式都放在下面的留言栏置顶那边。OK 啦，这样的话呢，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啦，拜拜。